我要举报民主路楚雄大厦正对面的巷子里桃园宾馆206房间有人正在卖淫嫖娼。严炳彦靠着封神的演技，刻画出了一部底层女性的挣扎失败史。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武汉，丈夫马学武是一个有文化却懦弱的乡下人，而妻子李宝莉却是一个没有文化但泼辣的城里人。马学武靠着自己的学识和勤奋，从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已经晋升至厂办主任的职位。可是，在妻子宝莉眼中，丈夫永远是那个她瞧不上的乡下人。我家里条件是不好，菜场卖菜人的姑娘，可凭我的长相，追我的人也不少，这你知道。我选他个乡下人，是他的福气。这天本来是搬家的好日子，宝莉却在楼下大声喊着，与搬家工人因临时坐地起价而争执不休。你蒙乡下人呢？啊！现在说加钱，你凭什么？说涨价就涨价，跟你老板说好了的，150块钱全搬完。宝莉扭头看向窗口，想寻求丈夫的帮助，可是顾及脸面的马学武只是悄悄地把头缩了回去。哦，好，加，快点搬，别再更让我搞花。宝莉，你又抽什么风啊？我马上走人，颠也颠不了几分钟。麻烦你再稍微忍一忍啊！搬完家后，老马本来想请工人抽几根华子，宝莉毫不顾及丈夫颜面的冲过去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打火机，当着工人们的面劈头盖脸的骂了老马一顿。我出钱，他们做事儿天经地义。刚才在那边坐地涨价你不吭声，现在跑出来发言，烟不要钱，汽水不要钱。一向最重面子的老马被自己妻子当着这么多人骂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，赤裸裸地接受他人的嘲笑。无奈的老马也只能到门外去透透气。搬家工人临走前对马学武说的一句话，更是彻底摧毁了他仅剩的一点自尊。我们虽然卖力气干粗活，但家里老婆呢都还挺贤惠的，那过得比你舒服多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在外头呀，大小也是个干部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被这样一个女人惯一辈子，真的挺可怜的。被这群地位不如自己的农民工同情，老马此刻内心的煎熬和痛苦可想而知。宝莉听到这话，又气冲冲地追了过来。老马试图阻拦妻子，却被一把推到了门上。到了晚上，宝莉特意做了一桌好菜，自顾自地沉浸在搬家的喜悦中。来，托爸爸的福，咱们搬搬新家，干杯！可是无论宝莉说什么话，马学武都默不作声，用冷暴力抵抗对妻子的不满。今天高兴，随便你怎么样，我不跟你吵。这么多年来，妻子对他自尊的随意碾压和践踏，让马学武一直生活在身心的双重压抑之下，几乎窒息。一个人活得太压抑，而离婚似乎就成了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。李宝莉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宝莉以为这不过是丈夫的一句气话，而马学武这次却铁了心了，不仅每天早出晚归，甚至回家后就睡在沙发上。宝莉也逐渐意识到老马这次不是开玩笑，于是想找闺蜜想想办法。闺蜜虽然嫁给了有钱人，但是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。老公不仅出去乱搞，还把女人带回了家。摘下墨镜的她脸上鼻青脸肿，本想和李宝莉诉苦一番，没想到宝莉却先泣不成声。你怎么了，宝莉？狗日马学武要和我离婚。一向强势的宝莉在闺蜜面前卸下了所有防备，哭诉着自己的手足无措。闺蜜告诉宝莉，马学武是个好男人，并且劝解道：“你要是想留他，你就想办法把他拴在自己身边不就行了？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可怜。”宝莉听从了闺蜜的劝解，一改往日的强势。这天晚上，宝莉不仅留了饭菜，还主动给马学武脱袜子打洗脚水。看见丈夫无动于衷，又转身对儿子使了个眼神：“爸爸，你别生妈妈的气了，你别再睡沙发了。”李宝莉，你别这样。发现妻子竟然利用儿子来胁迫他，老马气得转身就去了卫生间。宝莉各种讨好的招数完全用尽，却依然无法挽回老马要离婚的坚决，于是把怒气全都撒在儿子身上。哭什么哭？就知道哭你！你干什么？宝莉永远不会明白，孩子从来不是感情修复的工具。对于马学武来说，家早就不是家了，而是一个令他感到无比窒息和压抑的牢笼。恰在此时，打开这座牢笼的钥匙出现了。马主任，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啊？看似简简单单的4个字，却让马学武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。晚上，周芬找来了同事给老马过生日。马学武在饭桌上高谈阔论时，周芬更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这种男性的尊严，老马在宝莉的身上就从来没有满足过。这天，冷战许久的老马突然打电话给宝莉，告诉自己晚上要接待领导晚点回家。女人的第六感还是让宝莉察觉出了异样，于是她早早就来到了厂门口，对老马进行跟踪。宝莉发现老马带着一个女人去了一家小旅馆，看到这一幕，她只觉得万箭穿心。那个在自己母亲面前承诺要好好照顾自己一辈子的男人，现在正和别的女人在宾馆房间里。
就算自己以前再强势，现在也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保利走进了宾馆，并从老板那巧妙地套出了房间号码。来到房间门口，听着里面传出的刺耳声音，万念俱灰的他拿起灭火器就想破门而入，想要当场抓住这对狗男女。但是听见下楼梯的小孩喊着妈妈从旁边经过，保利迟疑了。这一刻，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，如果他真的砸下去，这个家也就彻底散了。可是他又实在接受不了丈夫的背叛。我要举报。民主路楚雄大厦正对面的巷子里，桃园宾馆206房间，有人正在卖淫嫖娼。看见警车驶向宾馆，保利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迅速地逃离这里。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相：夫妻感情好比手里的沙子，你越是努力握紧它，它却越是从你的手指缝悄悄溜走。第二天，保利就接到了厂里领人的电话，他并没有大吵大闹，反而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大度姿态。男人嘛，只要有女人主动贴上来，哪个不像猫掉了爪子？有人跟他，是他有魅力，我不计较不就可以了？走。我们回去。听见这话，就连生活多年的老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从这天开始，心存愧疚的马学武比从前变得更唯唯诺诺，自觉抓住丈夫把柄的保利则更加变本加厉。即便在闺蜜和儿子面前，也丝毫不给老马一丝面子。闺蜜小景来家中吃饭，李宝莉更是当面就对着马学武阴阳怪气。马学武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不好吃啊？嫌不好吃，找别人做给你吃去。马学武自知是自己做了错事，在保利面前言听计从。吃完晚饭，闺蜜也劝解保利：你对你们家马学武有点过分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回来了。我要不打电话报警，他能回来？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把马学武抢走。你早干什么去了你？你早为什么不好好对他呢？你要让他赖在你身边不想走，那才叫你的本事。人要有翻篇的能力，不依不饶就是画地为牢，困住的只有自己。他凭什么不好好对我，还要我好好对他？你别瞎说啊，净说些狗屁话。就是因为你这么想，你才总也抓不住他。马学武是被你逼到这条路上去的。婚姻似乎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，却很难分清谁对谁错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毛病，都有难以改变的缺点。马学武本想讨好保利，试图挽救两人的婚姻，可是那晚上发生的事情给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心理阴影。本来以为两人就这样凑合过一辈子，可是没想到婆婆的到来成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以后小宝天天可以跟着你了。由于马学武并没事先跟保利打招呼，再加上原本就紧张的婆媳关系，保利在电梯中也全程黑着脸，自始至终没有跟婆婆搭一句话。宝莉，老娘来了。回到家后，保利就对丈夫展开了质问：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妈解释道，自己是家里独子，父亲走得早，家里房子又被拆了，她不得不把母亲接过来。怪不得昨天晚上八心八肝地跑到我这里来猛表现，闹了半天是要把你妈接来，真是可惜啊！你的伙计太不给你争气了。听到保利的羞辱，老马作为男人的尊严雄风被瞬间破碎。我说丑话，搬进新房子，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，就这么大点个房子，怎么住啊？你去找外面的婊子帮你伺候老娘，我不管。保利把老马骂得丢人现眼，老娘在客厅也听得真切。为了不让儿子为难，老太太选择了独自出走。还好是小宝找到了她，一边是哭泣的老娘，一边是惹不起的老婆。一个男人最绝望的时刻也不过如此。马学武面色死灰地坐在旁边，表情呆滞，身体僵硬的如掠过的幽魂。为了寻求精神上的一丝慰藉，第二天，马学武鬼使神差地找到了周芬。此时的他早已不是人人羡慕的厂办主任，对周芬来说也失去了利用价值。我对不起你，连累了你，但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蛮喜欢你。对这个女人的一片表白，也只换来一句：马主任是个挺好的人，但是不太怎么懂女人。可怜的马学武以为周芬喜欢他，所以才冒险出轨，谁料人家只是逢场作戏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在周芬那里得到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。得知真相的马学武内心已经十分绝望了，可他没想到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他。刚进厂子，领导就告诉他，他被列入了第一批下岗名单。凭什么让我下岗啊？哎，这还用问啊？在外面那些瞎搞的人多的是，但是被公安局抓到的就你一个。厂长的话也击碎了老马仅存的那点尊严。此刻在老马的心里，出轨对象是个贪慕虚荣的物质女人，妻子是个心机如此可怕的恶毒女人，就连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就被他以最丢脸的方式弄没了。
马学武算是遭受了3重毁灭式的打击。那一刻，他对生活的绝望达到了顶点，所以他才会在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跳江。当保利匆匆赶到时，只看到了老马留下的遗书：人生真是痛苦，有些事情我无法面对。老娘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为你养老送终，还要求你帮我照顾小宝。小宝，对不起，以后数学题就要靠你自己做了。保利面如死灰地翻遍了整本遗书，可是留给他的只有一张张白纸。老马甚至连个恨字都没有给他留下，似乎他根本就没有在丈夫的生命中出现过一样。这一刻，她成为了一位可怜又可恨的人。在葬礼上，儿子小宝和婆婆都因老马的离去哭成了泪人，只有保利一个人面无表情。我真的不该来呀，学武啊！我这是来给你送终的呀，我的孩子啊！别来，非要来！你还我爸爸！你还我爸爸！你还我爸爸！保利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，他把这一切归咎于老马对自己无能的愤怒。马学武往江里一跳，奶奶小宝都得我罩着。我越是要说这叫万丈光芒，会叫我的家丧。为了养家，保利辞掉了卖袜子的工作，做起了女扁担。这今天赚的钱，多买点好的，做给小宝吃。这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马学武轻松地走了，留下的却是老娘与8岁儿子，说是求老娘照顾，还不是把烂摊子扔给了保利。只是这个托付太过于绝情。小宝啊，爸爸的照片收起来，别老放在屋里啊。不，你别想。在年幼的儿子心中，爸爸是被妈妈骂死的，仇恨的种子就此已经种下。一晃10年，保利每天早出晚归，在这个家，他就像个房客一样，除了拿钱回来，其他的似乎都与他无关。日子就这样折磨地过下来，平静的让人只看到安稳的生活，看却看不到保利疲于奔命的劳累。高考的时间改到6月份了，那可是够紧的。没多长时间了，你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啊，小宝，跟妈妈说说呗。妈妈难得早回来一天，平常都碰不到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。作业多不多呀？啊？从小到大，你除了作业做完了没？作业做完了没？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呀？我是关心你呀。哎呀，你也是，关心也要关心到点子上啊。说你没文化吧？10年的扁担生活，保利以为自己在为儿子拼命，却不知自己早就缺席了儿子的成长。扁担压弯了他的背，也压断了母子最后的情感连接。高考在即，保利本想休息几天，在家照顾小宝，这样也能让婆婆休息休息。但是她的良苦用心，却没有人领她的情。这几天，你总在屋里晃来晃去的，万一影响了她的心情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你呀，还是出去，打工也好，去玩也好，等她高考完了再回来，行不行啊？小宝说的呀。他没说，这还看不出来啊？这几天你总在屋里晃，晚上睡觉他在床上翻来翻去的睡不着。保利并没有跟从前一样用激烈的方式进行回击，为了儿子，现在的他变得谨小慎微，唯唯诺诺，甚至身上逐渐有了老马的影子。无处可去的保利只能借助到从前的追求者渐渐那里。高考前一天，奶奶病倒，小宝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地址，并找了过来。你真的在这里？奶奶病了，你还在这里玩？听见婆婆生病，保利就赶紧穿衣服准备去医院。看见母亲衣衫不整的样子，小宝随口骂道：恶心，不要脸，说人啊！渐渐，哎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他要考试啊，渐渐，孩子明天要考试啊！父子心切的保利也随手拿起酒瓶砸向渐渐，楼上的吵闹声也惊动了渐渐的小弟，非要拿小宝出了这口恶气。我家里有要命的事儿，我先走，你们送他去医院，赔钱要命，我不会跑的，好不好？渐渐。保利的苦苦哀求下，渐渐才同意放着娘俩回家。小宝，妈妈真是该死，妈妈该死，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妈妈错了，妈妈不好，小宝。还好，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小宝的发挥，小宝还考取了当年的市状元。为了庆祝，保利特意给家人准备了一桌子的菜。保利以为儿子考上大学，自己也算熬出了头，却不想这么多年来，儿子始终无法消解对他的仇恨。我跟你喝完这一杯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妈妈。保利听到这句话，直接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都是你害得我10年没有爸爸，现在我终于长大了，考上了大学，我不要你给我学费，我有奖学金，
我还可以去打工，我再也不要你管。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，你搬出去，让奶奶住。那一刻，这位母亲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万箭穿心。她怎么也不相信，她一心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儿子，可是却换来的是儿子的绝情冷漠。我为你辛苦这么多年，到头来是我害了你，你不认我，还要赶我走。就是怪你，我就是不认你。你跟你爸爸一样没良心。第二天，他把小宝约到了楼顶，上来就给了他狠狠一巴掌。马文昭，我生你养你，大半辈子都是为你活的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们是亲母子，世上最亲的关系，你别再找我了。没想到小宝拿出了周芬的照片，原来在马学武跳江之前，他将情人的照片放入书中保存，正好被长大的小宝发现。小宝正是根据这张照片找到了周芬，从他那也查明了当年父亲跳江的真相。那天警察是怎么跑来的？不知道。是有个女的打电话报警，说206房间有人卖淫嫖娼。你说会不会是你老婆？受到周芬的启示，马学武拿着李宝莉的照片前往宾馆，证实了举报他卖淫嫖娼的人正是妻子宝莉。我终于知道爸爸为什么自杀了，我才知道你原来这么阴险。爸爸跳江全是因为你毁了他的人生，还装成原谅他包容他的好人。爸爸知道是你害了他，他心里多痛苦多绝望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宝莉知道真相后，自己的内心彻底崩塌。她没想到，压垮马学武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自己。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丈夫背叛的妻子，是为了孩子默默付出的母亲。如今她才意识到，自己很有可能才是这场家庭悲剧的始作俑者。这个要强了半辈子的女人，终于理解了丈夫最后时刻的感受。她踉跄地来到江边，本想和老马一样一了百了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请她帮忙拍照。望着眼前那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笑脸，宝莉突然清醒了。自己的儿子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无忧无虑的笑过，是自己和丈夫失败的婚姻给孩子背上了沉重负担。如果自己再跟老马一样寻短见，那么儿子的后半生也许将继续活在愧疚与痛苦之中。回到家后，她将房产证交给婆婆。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我就在想，我的孩子好像从来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疯啊笑啊玩啊，好像心里压了个事儿似的，不像个孩子。要是我走以后，他能像别的孩子那样高兴，那样玩，叫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宝莉最终选择了释然和放手，挑起那根陪伴了自己10年的扁担，离开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家。这部电影最真实的地方的是，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个李宝莉这样的人，强势又以自我为中心。她总以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的最多，可是这些付出全被她的责骂抱怨给抵消。生活中要懂得适可而止，相互尊重才能幸福。